提到台南北门啊，可能不是那一种一听到就会立刻让人家尖叫我一定要去的那一种超级景点。可是如果我们愿意把一个下午留给它，从水晶教堂、盐业展示到地方小店，接着一路再到金子角瓦盘盐田的夕阳，我们会发现这里不是用壮丽景色让人家震撼，而是用海风、盐田还有慢慢变色的天空，把我们的心情一点一点放慢。大家好，我是简单生活哦，今天就带大家来一趟台南北门半日轻旅行，看看这个看似安静的海线小镇为什么很适合选一个假日下午拿来放空一下哦。首先先帮大家整理一下各项目的点评。北门的交通便利度，如果各位是从台南市区或者是嘉义、林嘉南一带自驾过来，半小时多就会到了，而且方便停车。但如果完全依赖大众运输，弹性就会比较低一些。金子角瓦盘盐田的夕阳很有记忆点。北门不是只有拍照地标，它背后其实也有盐业、临海海景，还有地方产业转型的故事。整体而言，我会给到4.2，因为这边不适合赶行程，反而比较适合慢慢走、慢慢拍、慢慢等夕阳。整体来说，北门很适合来南部出差，或者是旅行去点赞南部的朋友们，特别是喜欢夕阳拍照，但又不想把假日拍得像出差简报一样的人。简单的说，就是很适合像我这一种啦。平常已经被工作追着跑，假日只想假装自己还有生活品质的这样子的游客哦。北门行程个人认为重点在夕阳，因此我会建议，如果从台南嘉义出发，中午吃完饭后睡个悠闲的午觉，再游刃有余、优雅地前往水晶教堂一带。水晶教堂当然是北门很有代表性的地标，白色建筑搭配水面，在天气好的时候很好拍，也适合作为第一站，让人先进入一种比较轻松、比较空旷的海线氛围。不过说实话，如果只是为了水晶教堂专程跑这一趟，可能会觉得内容稍微不够。因此，比较好的玩法就是把水晶教堂当作北门半日轻旅行的起点。那因为游客中心也在附近，因此接着就顺路到游客中心，还有盐业展示，接着附近的商店也走一趟。那最后呢，再把时间留给金子角瓦盘盐田的夕阳。这样一圈走下来，北门就不是单一打卡点，而且是一条很适合下午慢慢走的海线小旅行哦。当我们走进游客中心跟盐业相关展示后，会比较容易理解这个地方其实和海、盐、湿地、地方产业记忆有很深的关系。那展区里面可以看到一些北门地方文化啊、海洋生态啊，还有盐业相关的展示，像是鲸鱼标本、注释设备、盐相关的展示品。那这些画面不一定是整个旅程最华丽的部分，但是它可以让北门的旅行整体的这个感受呢会比较完整。也就是说，北门不是只有来这边拍拍照，它本身就是一个和盐业、海岸生活、地方产业连接在一起的地方。因此，对我而言，这边很适合在正式去盐田看夕阳之前，先来了解一下当地特色的地方哦。那这边可以考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把食盐融入水里面，再拿去盐田晒干，最后得到的盐会不会跟原本的一样呢？其实我只是想要玩看看 YouTube 的测验功能是长怎样。那答案是可以重新得到盐，但不会完全一样，因为晶体形状、纯度还有杂质分布都可能会改变。那这也是跟热力学第二定律增熵定理有关。伴随着水分蒸发，都需要太阳照射转化出来的热能。那这个热能呢，由于会散到环境当中，所以整体的熵依然会增加。那考量到整体的这个热力学过程，它是非可逆循环的，因此不会回到最初的原子排列结构。讲得浪漫一点啊，这些盐就像是海水被阳光吻干了之后留下来的一点白色记忆。那如果身为理工人，我们讲个理工一点，那就是蒸发、结晶、热力学第二定律。哇嘞，明明只是来看个夕阳，结果还是把气氛讲成了不动物理，没救了。所以想不要再说了，本频道的订阅数已经能惨的说。那么我们再来到北门游客中心的旁边，这边还有一个由旧盐业空间转型而来的再生工厂，里面保留了一些盐业相关的展示，也有卖场可以逛，像是盐相关的商品啊、地方小物啊，还有伴手礼。这边不用花太多时间，但很适合顺路进来看一下。至于里面有什么东西值得买，那因为我也没有收钱，所以我就不乱说什么东西必买了。大家如果有兴趣，就自己进来看看吧。
如果最后各位的钱包失手，那绝对不是我的责任，一定是您买的东西本来就很棒了。毕竟钱包慢慢变轻也是轻旅行的核心价值哦。我们在顺路去前来野杂货店，这里有怀旧商品、地方小物，还有相关的伴手礼。咦，怎么不小心把店名讲出来？照理来说，我应该要很冷静的讲，大家有兴趣再来自己看看就好咯。那主要是因为我用台语跟老板娘聊得太开心了啦，一个不小心就直接把店名讲出来了。总之，要不要买东西看个人。那如果您来北门，这里可以顺路进来走走。不管如何，旅行有的时候让我们最有记忆点的，不一定是买了什么、逛了什么，而是和当地人进行了交流，这也是很难得的体验呢。那当然，这趟北门行程真正让我觉得值得留下来等的，就是金子角瓦盘盐田的傍晚，白色岩堆、水面反光、盐田隔线，再加上夕阳慢慢浓下掉，整个画面都非常非常美丽，整体也非常非常协调，很适合沉淀我们忙碌的心理。这里最漂亮的时刻就是太阳落下去时，那悠然自得等待的过程。天空的颜色慢慢变，水面开始慢慢反光，原本看起来很普通的盐田，会在傍晚的光线里变得很柔和。所以这一段我会建议不要赶时间，如果太早走，就会觉得金子角只是个盐田。那如果愿意多留一下，就会发现它真正的魅力是在夕阳开始靠近地平线之后才会慢慢出现的哦。另外，金子角瓦盘盐田这边除了看夕阳之外，也可以体验传统盐田的产盐、挑盐还有收盐哦。像是用盐铲把盐集中起来，再用扁担和盐篓，感受以前盐工工作的样子。虽然只是短短的体验，但会比单纯拍照更有参与感。旁边也有洗手洗脚区，体验完如果手脚沾到盐，湿湿黏黏的，可以把这些盐分冲干净，再继续行程哦。那另外在不远的地方呢，有一个十分有名的吉祥物虱目鱼小子，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看看哦。它的特色就是个人认为就是诡异，如果喜欢林红蝶啊、极尽之秋、微服啊这种恐怖游戏的话，那这个景点就十分推荐哦。毕竟这种十分另类而出名的吉祥物也不多了。那我承认我自己怕看了会做噩梦，所以就不顺道过去拍照了。整体而言，北门比较像是一个让游客慢慢走、慢慢看，最后在夕阳前安静下来休息的地方。水晶教堂给我们一个简单好拍的起点，游客中心跟盐业展示让我们可以知道这边不是只有打卡。最后这一个金子角瓦盘盐田的夕阳，我们可以把整个下午慢慢收进这边的海风里。对我而言，北门最适合的玩法就是一个放慢速度的半日轻旅行，偶尔不追求壮丽的风景，让自己站在盐田旁边看天空慢慢变色，也是一种很刚好的旅行哦。本影片中提到的北门游客中心、水晶教堂、金仔角盐田、虱目鱼小子以及相关游戏与热力学第二定律、真相原理等延伸资料，我都会整理在下方影片说明栏。对这些景点背景啊、文化故事啊，或者是科学小知识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点进去参考看看哦。我是简单生活，谢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帮我按赞、订阅、分享给有需要旅游资讯的朋友们，也可以留言给我。北门最吸引各位的是水晶教堂、盐田还是夕阳呢？还是会让我们钱包可能会变轻的伴手礼区？我们下次影片见哦，拜拜。